大家好，这个周末呢，我跟大家要分享的内容还是挺多的。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要分享的是一个现象和后面一个我自己认为是确定性比较强的交易机会。那么市场出现了熔涨的这个走势之后，我们在上周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地方的走势不太可能盘整，所以要不然的话就是向上继续上攻，要不然的话会出现一个快速的回调。那么我们后面该如何去做？那么哪些策略是好策略，哪些策略是非常风险非常大的？那么我今天呢要跟大家一一道来，仍然是从数据出发到实战中去，我们回到交易之人。那么开始之前呢，跟大家多说两句，就是从我内心的角度来说，那么当下的市场，你问我，愿不愿意再录这个视频？我不愿意我也不想录，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视频呢，都是以我的输出为主，就是我能从观众所获得的一个信息是几乎是没有的而对于现在市场来说，不管说什么上次我就是发了一个没有做视频，发了一个这个咱们说的社区帖我发了几个非常关键的一些数据和观察引来一众这个留言，看的我也是非常不太懂就是说你会发现市场不管怎么去做，他都会很多人会把他的这一波比如错过了也好，或者说这一波做错了也好，他把他的一个情绪全部宣泄在你的身上或者别人的身上。而我们整个从1月份过来之后，不管是1月份的我们买入的一个这个从布局微软对吧，到特斯拉，到 AMD， 到半导体这些行业那么还有整个的包括我们的 Lipco 还有正股的一个走势都是非常不错的然而呢，就是真正感恩的人非常少，我只收到了一个私信，对我表示了一些感谢。而每次呢，就看到的负面的这种消息是非常多的。对于我来说呢，我非常能理解，这就是人性而且今年呢，我们通过这些视频我的这些分享，其实也有非常大的收获就是我们 Discord 迎来了一个新的小伙伴，他非常的强，我通过跟他一起在市场中打拼，也学习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所以说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们做视频的一个目的吧，或者说这也是我做视频的一个初衷那么对于很多市场上的一些情绪负面的情绪，尤其是交易融市场上可以说是见怪不怪，但是必须还得说，作为一个交易者，你在这个市场上面对这些不断的出现的负面情绪，如果你说是一点影响都没有那几乎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会尽力的客观和公正的还有从数据出发继续给大家做这个分析。那么后面的那些喷的太厉害，或者说每次都来看每次都来喷，我也就是不能理解的到时候呢我就直接处理拉黑了那么跟大家呢就是打声招呼。好的，那我们开始好，那么例行公事，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仍然是对这一周的走势进行一个观察。那么一看到这一周的话，微软这个周涨了 6%， 那么在上周的时候，我已经将微软的仓位降低了 60%那么就是我们的仓位投资的仓位降低，那么 AMD 的仓位降低了 60%多那么这一周开始的，我对特斯拉的仓位也是进行了大幅的降低。那么特斯拉是我从120、140左右就是拿上来的当时在买的时候承担了巨大的压力，我甚至现在仍然还记得当时在投资微软、投资 AMD、投资这些公司的时候所带来的那种情绪嘲讽说什么这种公司还要再跌，或者说每次一反弹它只要不涨都会被人拿出来说，你看他买的是 AMD 它都不带涨的，我买了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股市吧，这就是人性就是在顺风的阶段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多人去感谢，因为顺风阶段那就是自己做的好，一旦逆风的话大家一定要找一个宣泄口，所以就是成为被宣泄对象也是需要一定时间适应的过程。所以呢，整个这市场中呢，我们说了这个位置上整个今天看到的这个周线都是非常绿的，那么整体市场是走加速。然后呢，我们看到 AI 的 Sentiment Survey， 那么这就是一个散户情绪的指标，那么终于来到了 45.2%。
那么是快速的这么一个上升，也就是这一波的喷出，才让整个的这个市场情绪进入了一个过热的阶段，这个看熊的人才下去。我们在上一个视频，也就2周之前的视频上就讲到，这个散户的这个情绪还是不够热呀。那么现在你终于可以看到了，市场中散户的这个情绪已经被点燃。现在市场中你要敢跟他说一个风险，跟他说一个空字啊，恨不得弄死你。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我自己经历了很多次这样的环境，尤其是 A 股这种环境是非常多。那么大家都可以看到后面会发生什么，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从散户的情绪上可以看到，说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偏热的状态。那么这个不光我们说看多的人多，而且是看空的人很少。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对市场上未来6个月的一个走势，的极度乐观。那么另外我们看到 NAAIM 的 number 这个数字呢，是基金经理人指数，它其实跟这个 AII 它其实是一个高度的一个拟合，或者说高度的这个联系非常大，就 correlation 很大的这么一个数据。那么就是基金经理人他跟散户其实没太大差别那在市场的上涨过程中，他们的仓位也是随着市场的上涨是大幅的这个提升那我们后面我再跟大家分享的数据是，散户的情绪就是市场的情绪，不用考虑什么机构聪明钱和傻钱，是因为散户他要动那个 401k， 那个 401k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那我们后来看这个数据，大家来看今天的这个美银的公布的数据这周市场上，当然这周时间它不是周4周5的数据，是周3以前的，就按这个数据其实差不多了。想跟大家说的是，已经有多少呢？有 37.9 个 billion 的数字，就是这个钱从 money market 流出，全部或者说大部分灌入了这个股票。也就是说，大量的人在这个位置上选择在401k从原来的 money market 也就是 cash 仓位往股票仓位换，这是在上周开始就出现的一个情况。我们说市场上无新鲜事，这个时候再配合着2周前一个14 billion 的流入，那么这样的一个流入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我们知道，在 money market 中还有7个 trillion 的数字，就是7个 trillion 的钱在这里面。那么他们如果不断的流入股票市场，那么对市场上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么一个上涨推动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第一条我们看多的理由就是大量资金流出了 money market 然后第二条的话，我们仍然是什么？大量流入的是股市，比如说这个钱流出来去债市了或者这个钱进大宗商品了，比特币了，不是，而是大量流入的股市那么第3点我们说趋势非常强劲，市场情绪极度热烈。第4就是市场宽度在恢复。我们在3周4周前讲到了，市场上在这种环境下，它是出现了一个内部或者说深度宽度不足的情况下，那么这样的话是非常脆弱的。它的唯一化解方法就是通过盘整让后面的落后股跟上来，而这次出现的却不是，而是走这种加速行情，让宽度进行了一个修复。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市场上比较强势或者说多头比较占优的几个原因，而市场到处都可以听到所谓大牛市回归的这么一个论调那么我们讨论一下这里是不是大牛市，我后面会有专门的章节给大家聊这个话题那么偏熊的信息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是首先就是 AII 这个 sentiment 还有 NAIMM这些位置上已经是一个非常偏空的一个数字了，就是你要说它极度贪婪的吧还差一点，但是绝对是够贪这是够贪。那我们市场中我们交易无非就是几种，就是比如说我们是宏观数据交易，那么通过宏观的政策进行一个长期布局，还有一种呢我们叫做基本面分析，就是 FA， 通过对公司的基本面找到一个偏离基本面非常多的价值去买入持有。那么第3种呢，我们说的情绪化交易，就是在买入恐惧卖出贪婪那么现在就进入一个贪婪的一个区间。那么第4种呢，我们有说就纯技术交易，那么这里面根据技术指标根据价格行为进行交易，那么这些还有很多是混合在一起的。
那么如果你要是一个情绪交易者，你会知道这个地方已经进入了一个贪婪的区间那么还有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是，6月15号以后，那我们这一轮上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就是股票回购。那么股票回购在这个时间开始逐步降低，因为股票回购也是横盘那段时间所带来的最大支撑，是因为它整个企业不愿意再多缴那部分税，加上企业有大量的给出，就是董事会给出股票回购的量，基本上在这段时间就是买。而6月15号以后呢，准备开始的就是第二季度的财报，这个时候预计这些财报日开始之后，整个股票回购的量开始降低。那么被动的一些机构，他们的买入量也会是进入一些衰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情绪进入一个疯狂的状态，而宏观的数据是一个接一个利空。那么会有很多朋友会非常无奈的讲的说，如果你是基本面分析或者是一个宏观数据分析，你会发现市场上的估值区间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不能说泡沫，但是非常贵了一个状态了。加上市场上的宏观上的这个数据，其实大多数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经济数据都不太利多的情况下，市场走出如此疯狂的一个行情。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很多的长期投资者来说，这是有些担心的。那我们再回到上次视频中我们所讲到的市场上涨这个原因，你再想想后面的走势就特别能解释了。首先是市场出现了一个真空，这个真空就是因为大家把钱投入到了货币市场基金，也就是咱们可以当做 cash， 那么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些国债什么的，或者是逆回购。然后这样的话呢，会出现一个问题是市场上出现流通性弱，流通性弱意味着多头控盘弱，多头控盘弱也就是很多机构没有持有大量仓位的情况下，就给了很多大型的游资和一些市场上的一些闲散的钱，这个闲散可不是散户，是快进快出炒作资金、情绪化交易的资金一个非常大的机会。而他们的大量资金涌入之后，推升的都是大型的科技股，而大型科技股的大涨带动了大盘大涨，大盘上涨又打爆了很多对冲基金，他们都是这个阿尔法增强，对冲基金的阿尔法增强的卖出那一侧又被打爆，只能回补的话又只能买大科技。那么这样的话，大科技会占的比重越大，而整体市场又再次被推升，最后进入了一个什么呢？很多互惠基金没有办法，被投资人逼着买入，也就是长期投资者被逼着买入之后，我们分享过 FOMU 出现了 FOMU这个出现 FOMU 之后的这么一个状态，造成了市场上这种强烈情绪走加速那我特别能理解的是，这一波的上涨其实是很多人没有上车，甚至是做反了车所以才有很多的负面情绪的宣泄那么这就是整个我们市场我们捋过来的这么一条故事线。那么在这段时间的话，那我们通过这个故事线，我们的后片的表现和我们的应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个现象，然后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应对方式。好，那么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超低的波动率。这个超低的波动率它不是一个1天、5天、10天波动率低，它是一个以年为主的20年的数据的低。那我们把 SPY 的数据有拿出来给大家看我知道这个屏幕有点黑有点黑，那么你也不用看特别真正，听我讲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多说一句，很多朋友说为说我这个都是黑的，厚的看不清楚你凑合吧我就不废话了，因为很简单，如果每天盯白的，我盯一天下来我眼睛都瞎了。所以呢，我们注意看这个位置上，如果我们看 SPX 的话，它现在的期权的定价，大家就看这个就可以了。这是 IV， 也就是它的 IV 来到了这么一个低点。大家注意这段时间的正常的波动率，大家看这里上涨上去的也好，它波动率其实是紫色这条线，其实是不低的，也就是20天有每一个月的波动率其实仍然维持在大概 20% 左右，而我们的期权定价就已经来到了 6%。那么意味着我看了8月的 IV 平均只有 14%， 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从 VIX 的角度上来出发，发现首先能看到的是当下市场期权定价价格极低。上一次抓到这样的机会是特斯拉上一次抓到，我们来看特斯拉特斯拉上一个仓位其实我是一个翻倍的，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跟了也没几个人，或者说真的来感谢吧，反正就是 put 那一个 5% 仓位亏了一半，
被天天骂，但是稍微对的一方，你要是做对了，也没人来感谢，因为都是自己做的对啊。我们再多说两句，可以说你可以看到，但是上次我们说特斯拉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定价极低，且它本身波动率并不低的一个情况下，它的这个现在的波动率其实是降下来了，而现在的这个整个隐含波动率一上去，你买的那些期权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就是上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它有它的独特性，就是这个炒作上来之后它是不会回调的。那么 SPX 呢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再看 SPY 是什么样的状态。 SPY 的话0 IV percentile 是0， IV rank 是0，也就是一年252天交易日之内它是排倒数第一啊，是0。所以我把整个这条线如果跟大家去看一眼我们的这个波动率的话，那么我们的波动率画成一条直线，大家可以看到能来到将近 6% 以下的位置只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当下这个位置，这是不用说的。那么再回推到这儿，就是熊市开始之前的一个底部，是这样的一个，这是个这个左侧的一个次高点啊，左侧的一个次高点。那么再往前推的是这个位置上，大家看是2020年之前的左侧的一个次高点，对吧？这是一个推。再往前推什么？是这个回调之前的一个次高点。那么再往回推到哪儿呢？是2017年，到时候我们再用技术分析跟大家讲2017年的这个起涨点啊，这个起涨点。所以说我们再往前，你再往前还可以推，就找不着了啊，没这么低的了啊，没这么低的了啊。所以如果你再往上调一调的话，你可能还会找到类似的，比如说像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画一下，就是差不多啊，这个位置就是2013年有一个位置啊，就差不多吧。这意思就是说你很难找到这种就低成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说明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的话，一个波动率是极低的。那么我们就要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这个位置上就是有一个交易机会。那么在这个交易机会我怎么做的呢？啊，那么交易机会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交易机会就是今天我开的是一个开。那么你如果要是做这种两边的叫 Debbie Straddle 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双开的话，可以看到8月份也就在2个月后的当下 at the money 的 put 不要8块靠10块，因为今天要分红，所以差不多就是一个2%多的2.2.3左右的波动。那么在2个月内股票走单边只走2%的概率其实是非常大的，也就是意味着单边走出2%左右，你的这个组合就不会亏啊。那么再多走一点的话，你其实就已经是赚到了。所以我在这个位置上是开了10月和8月的2个。那么我具体的我是怎么看这个市场的呢？我们来进入技术分析。好了，那么面对这么样具体的分析，而且给出了非常具体落实在我们具体交易计划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不是跟你读新闻，也不是跟你讲数据就完了，而是落实在具体的交易计划上。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分析的话，而且持续收到我们这样的消息，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然后给我们点赞，这样的话支持我能继续为大家做出这样的一个分享和输出。好多时候我觉得沟通非常困难，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市场中我们的投资者他只能猜涨跌，而且只能猜这2天的涨跌，他无法看到一个就是什么叫交易机会，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就是交易机会。其实你不用非得猜涨和跌，而是找到市场中定价的一个错误，或者说定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当时找到一个定价机会还配合 TA 是什么呢？我们说上次就是说纳斯达克这个位置上冒出去了以后，它就只能走加速，它是不能回头的。就是你在这个位置上是没有可能做盘整或消化，就是必须是加速向上上。那么加速向上上的话，那么这个位置还没有到90，还没有到我们 RSI 90这个极值，还可以继续向上的空间。那么我如果在这个位置上下的是 put， 大家注意，如果在这个位置上下的是 put，那么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它加速向上的过程中，我的 delta 会降低，我会亏钱。那么它也许涨了很多，即使在很快跌下来的话，我的可能损失或者说我的盈利都不会非常大。而我选择的是一个双向开，这一个咱们说的这个买方市场买期权的情况下，那么你在向上的过程中，如果是向上走，我在向上的过程中可以逐步将靠的这一侧进行一个锁力。我再回顾一下我们2周之前我在 QQ 的一个双开 ，QQ 的双开的话，现在这个位置上是个盈利的，盈利的话我就是靠是大于80%多的盈利，put 大概亏了60%多。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把 call 的那一侧进行逐步的向上拉升之后的锁力，锁力之后呢，就在这个位置上 put 就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一个小仓位的一个囤积或者说白嫖，那么都是10月份的，那么就留着 put 那个仓位来这么做。那么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上是做一个中性交易也可以，那么这里就是一个上涨。那么上涨对于我们的组合来说其实是不利的，因为上涨的过程中靠走的相对慢，但是再说一遍，但是在当下市场上，这个数据我可以给大家分享的是 SPX 对于向上的靠的量几乎是满量，而且我们要说的是，当下市场中大家对于尾部风险的一个判断是非常大的。我们看 Skew 黑天鹅指数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冲上了多少呢？160。也就是当你黑天鹅指数是什么呢？就是当下市场中大家对尾部的这么一个风险的把控是比例是增加的，而且对于靠的追求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大家都在疯狂的靠。那么这样的话呢，向上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相对来说不利，而如果向下的话，那么这里相对来说赚钱会快，因为在向下的过程中，它的隐含波动率会大幅增加，也就是 VIX 在大幅增加。那么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相对更有利的一个走势。但是无所谓，不管是上也好，下也好，那么这个走势向上是不可以盘整的，也就是市场上走出的就是这种加速行情，就是怼着这条咱们说的阻力线就向上猛冲，向上猛冲之后，我们说这里的向上冲击的所有的空间都是空头的肉。那么这么说，估计又要被骂成臭头。但是我也无所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之前我给大家分享过一个原理，叫做暴涨必跌回原理。暴涨必跌回原理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好的牛市它必然有几个条件。第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是不是宽松货币政策呢？你自己看。第二点呢，我们要说的是牛市的特点和熊市并不是以涨跌为主，而是一个好的牛市应该是慢。它是震荡相对比较小，而且有经常性的轮动，少有出现疯狂。那么当然你也可以用一个均线作为趋势，那现在来说是强多头趋势这个向上是强多头趋势，那么你仍然可以说这种强多头趋势就是牛市，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从对于牛熊的观察来说，大家注意这个位置上已经走出了将近90度的一个上攻的空间，任何情况下，在美股任何情况下走出这样行情，后面无一例外都死得很难看，都死得非常难看。那么我分享的这些都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有精力的。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2017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叫 Gamma Squeeze， 也就是市场上的靠非常多，以至于挤了做市商。那我们现在这种行情非常像这样的行情，它绝对是可以，比如说现在就可能中间这个位置，你如果这个时候我下的是纯 puts， 那么它在向上挤的过程中，我当年的时候就犯了这个错误，因为我认为这里是暴涨必跌回的一个原因，所以我在这里下了期货。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的一个叫2次折戟的这么一个视频，就是讲到了当时对于市场风控对于我们交易者的一个重要性。当时就是不信邪在这个位置上加的期货，不过断加期货基本上就在2870点左右，仓位就爆掉了，那也是损失了这个很多钱当时那个损失对于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你这样的话再想爬起来又花很长时间去组织、去攒钱、去交易、去做好。那么闲话少说的话，基本上是每次的这样的一个爆冲它反而是什么呢？容易杀空头，就是因为你在这下的仓位很容易归零或者说没了。但是真正下来的这一下的时候，其实杀很多多头，因为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卖 put。那么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讲一讲策略的选择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位置上绝对不能卖 put， 就是卖 put 是最差的一个策略。那我们在这会儿再跟大家讲。好，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说任何暴涨冲的话，都会是一个这里，而且几乎是没有例外。你可以到20几年的数据来看，就是在美股市场中，包括 A 股市场也是。那么这样的一个上冲都会是一个很难有好结果，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我希望它走成什么样呢？就是一个很好，假如说我们真的非常牛的这么一个走势，我希望它走成像英伟达这样的，就是英伟达之前也是一个暴冲。英伟达之前的一个暴冲，大家看，在这个位置上它也是
爆冲了以后，冲得非常快，冲得非常快了之后，大家知道这个地方爆冲下来，这里又一爆冲之后，它通过了非常长时间的一个将近1年的一个盘整，然后又开始了新的一轮上涨，新的上涨又是以爆冲结束。那么现在的过程中，你说这算不算爆冲呢？你自己去体会啊，大家自己去体会。所以说我看到这就是说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就是我们看到英伟达的这样一个走势也是。那么个股上对于整个走势是不如大盘的，因为大盘是容易爆冲，而个股呢这里是不太容易爆冲。那我们来看一下 QQ 这里走势，就是一个典型的，这里是一个爆冲的这个走势。所以说看到的话，你不管可以复盘，你自己去看复盘，这个2017是比较有特点的。那我们再看之前的就是18年的这一次也是一个爆冲。然后呢，我们再看什么呢？再看之前，之前还真是很少有这种爆冲的一个行情，对吧？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再看这样的有一个爆冲，对吧？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熔涨阶段，而熔涨阶段的话，确实就是非常大的风险，容易把你的空头都打爆。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熔涨阶段啊，把你的空头就彻彻底底打爆啊，像这样。像00年的话，这种都是爆冲，像这个000可以冲好久啊，可以冲好久。那么换回来我们当下市场来说，那么这个就对于我来说，我们落实在交易上啊，落实在交易上，就说你不用去看所谓多空，因为这个位置上只要判断它的盘整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在这里面就是一个多空双开加上 IV 极低 ，IV 极低，那么多空双开就是一个我这次来交易的一个策略。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当下市场的风险。我觉得市场风险在上涨过程中，你追进去有可能还能赚钱，但是真正的风险绝对不是是太多的人在这得等回调上车，所以它会有一个回调，而这个回调会上车，上完车之后死的会很惨。还有很多人我知道，当下市场的风险是在这个位置上追着他们去卖 put， 你在下跌的时候没有去卖 put， 去抓这些个股，甚至是抓这些股票或者说好公司的筹码，而是在上涨和疯涨的阶段你去抓这些卖 put， 也就意味着你当然有很多人说，那我卖英伟达200可以，那就是说你的肉非常少了，这样资金利用率非常低，你的钱套在那里不动，那么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去卖 put 很好，那么就是你会很可能成为后面下跌过程中带血筹码，因为你赚钱赚的几分几毛几块，没多少钱，可亏的时候呢，几十几百的套你，那时候你难受啊！就是我们好比说，我们看到特斯拉这个走势也是，就是这种情绪化的交易啊，你在这个底部100多的时候，多少人去喊，多少人在这个位置上喊100以下，50、15、20这么喊，有多少人这么去喊？所以我在140买的时候，140一仓，120一仓，那么140、120不断向下买的时候，我挂它挂的最低，大家知道我挂最低赚了100和99，没进去。那么在挂这些位置上的时候，你去买多会被人骂成臭头啊。那么跟现在去疯狂追高卖 put 的人有什么差别？没有任何差别。所以我说，当下市场中我们所看到的，你真正的风险并不是一个所谓的等回调做多，所谓的顺势，而是真正上那些追进去晚的所谓等回调，那回调一上去的时候，你如果止损不坚决，你可能很难操作。那么很难操作指的什么意思呢？很难操作指的就是如果我们出现了像这样的一个下降，对吧？下降，或者说我们走到了这种，我们走到了一些比较凌厉的这种下降的过程中，比如说像这样的是20年之前，那我们看到就是上次就是17年的这个地方以凌厉的一个下降，它的一个阴线其实就跌破了十几天的一个区间，那么你其实就很难出货，很难做。所以我还要跟大家或者我们的老粉丝们提示当下市场中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所以说但是我不愿意说就是这就一定会下，因为上次我去 bet 一个闪崩，这是我分析出来的结果，它就是容易闪崩，但是只是说它是个概率的游戏，不是说我说什么就必须100%，而且明天必须要发生，而是我们的分析就是这样得到的。那么最后当然有很多情绪化的宣泄，我是都能预见到都能预见到。好，
那么这就是这一关的一个走势。好，下一节我跟大家再分享的就是中概和 A 股，还有就是我们不断操作特斯拉投资仓位出货 ，QQ 靠止盈 put 留着 ，PFE 继续持有。好，那么之后呢，我再做这个中概和 A 股的一个分析。中概和 A 股的这个地方啊，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也不用听。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太多的一些，因为政治比较多，所以就是又有太多的情绪化的这种发言啊。那么我们说啊，俗话说得好啊，三大幻觉 ，A 股要涨，美股要跌，他还爱我。那么现在的话，等于说正好三大幻觉要占两个。那么一边是我们说美股的风险的一个提示，另外的一个是我们说 A 股这个位置上它会有一些刺激政策出，而这些刺激政策出，大家很简单，我先跟你说，就是内部已经有消息，人家都知道了啊，人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地方要出政策。那么这个地方出了政策的时候，大家知道这已经涨上去一段时间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做那个 KWEB 也好啊，对，做 KWEB 做 FXI 也好，这个位置上是一个，你从技术角度来说是什么呢？是一个下飘旗，或者说牛旗嘛，牛旗突破，牛旗突破站上了我们的整个这个趋势线以后，我在这个位置上紫色线上做一个防守啊，只要它有一个回调下来之后，我会继续一个加仓做这样的一个防守。那么这样的防守的话，基本上这就是我对于它的这么一个布局，而且只做的就不太想去参与，比如说不管是拼多多呀，还是88呀，这些其实选股的话呢，对于中概来说操作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以 ETF 为主。我们看港股其实也是这样的，那它现在呢是来到我画的这个20年的一个两条红线的区间，这就是20年区间的一个什么呢？一个盘整。那么现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小的底部的翻上来之后，那这里的一个突破向上的空间仍然是非常巨大的。那么这里我要配合的就是中国国内的货币政策要宽松，加上会有财政政策的刺激，因为美国和中国所在经济周期略有不同，美国还没有完全陷入衰退，而中国在衰退中已经好几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经济上呢非常的薄弱，需要有大量的政策来刺激，尤其是对于这些大型的科技股的打压几乎是不会再进行了，这点是非常确信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个交易机会，但是现在已经消化了消化了这些消息之后，我们不需要急于在这个地方追，而是等到它的一个回撤之后，就会有一个买入的这么一个机会。而且中概的，因为它受两边市场影响比较大，所以它的整个操作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在这儿只是提一句，不给非常具体的参考。好，那么呢，最后说一下国债，国债也是我今年操作我认为是非常成功的标的了，没有之一，是因为不断的卖这个期权，虽然一开始的话我们期权卖的非常快，一礼拜能卖1-2次，也就是100多块钱的这个标的100多块钱，我一礼拜能有2-3块钱的收入，一个月下来就7%到8%，是非常舒服的一个事儿。然而呢，就是现在的话波动更低了，就挣不着什么钱，差不多2个礼拜可能弄几毛钱。那么整个收益就大幅降低了，但是没关系，我仍然在这里面仍然认为国债的这个走势，也就是国债在现在的这个位置上是差不多的，因为一个是经济指标如果向下，国债的概率会低，就是利率会低，还有一个就是美联储在这次的会议其实是非常强势的这么一个表态之后，国债并没有长期国债啊，我们说的长期国债并没有出现非常大的一个利率的上升，说明市场上已经不是太把它这个当回事了，所以呢就有一点反脆弱的那么意思。所以当下来说，我觉得国债仍然是我这边非常关注的点。那么还是止损点很简单，就100附近进行一个防守，跌破了之后呢，可以减仓，可以上 put 都行。然后上的话，就是它除非攻到109左右，我们再上 CC。除此之外，继续持有啊，下来之后就开始在100左右再加 put 做操作。好的，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的视频，不要给我们点赞、转发、分享哟。我们下次再见。